印度粮食危机爆发，印度却指责中国买太多粮食，为何印度粮不够吃还要大量出口？泰国网友又为何给出相反观点？随着新冠疫情的席卷全球，加剧了世界粮食系统的脆弱性，粮食安全问题成了国际社会需要共同解决的问题。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排名第一、第二位的两个人口大国，超过13亿人口巨大体量，粮食安全问题更是需要根本解决的重中之重。但近日，印度一家媒体报道了一篇颇具深意的文章，报道中称，中国购买了全球50%的粮食，粮食储备已经达到了世界70%。其背后的意思就是，印度之所以存在粮食安全问题，最主要的就是中国进口了太多粮食，导致印度人民没有粮食可吃。这一谬论可以说是十分可笑了。在全球粮食问题如此紧张的环境下，印度不想办法解决自身的粮食危机，反而指责中国，认为中国是印度粮食危机的罪魁祸首。也难怪印度多年来一直发展不起来，看不到自身的问题，只会从外部寻找借口。虽然印度对于中国进口粮食的报道十分夸张，但中国确实是世界第一大粮食进口国，是不是觉得有点奇怪？一直都是中国水稻技术为其他国家创收了多少粮食，让多少人能够吃上饱饭。中国每年产出粮食那么多，就算中国有14亿人口，也不至于成为世界第一大粮食进口国。而且目前中国内部已经很少出现粮食短缺的新闻，难道中国人一直以来吃的粮食都是进口的？那么中国自己生产的粮食哪去了？据中国海关总署公布的最新数据，2021年1月份到11月份，中国累计进口粮食15094.3万吨，较去年同期增长20%，大举超过去年全年粮食进口总量14262.1万吨，占中国粮食生产总量68285万的1/5还多。根据这一数据，我们可以看出，其实中国主要依靠的还是国内自己生产的粮食，进口粮食只有生产粮食的1/5。但同时，根据数据也能看出，中国粮食进口量是在每年递增的，而且递增幅度还不小。这是为什么呢？中国粮食产量在世界上还是算很高的。今年国家统计局也发布了喜讯，中国粮食生产总值再创新高，全年粮食总产量达到了13657亿吨。至于为什么还要大力进口粮食，中国人口基数庞大是一方面，另一方面，从进口结构上来看，大豆和玉米的进口占据主导地位，两者进口量达到了总进口量的80%。这些进口的大豆和玉米主要用于饲料，因为粮食结构性短缺，并且中国今年生猪产能加快释放，饲料需求旺盛，这就能很好的解释为什么中国粮食进口量如此之大了。当然，最重要的一点是，中国一直以来都没有把粮食安全完全寄托在粮食贸易上，坚持平衡利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，确保国内粮食生产能力，不过度依赖粮食进口，降低粮食安全风险，牢牢把握粮食安全主权才是中国所重视的根本。但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粮食出口国，印度却是另一个很极端的例子。印度作为世界最大稻米出口国，但国内粮食自给率却只有87.4%，也就是说，印度国内的粮食生产并没有办法满足自给自足，但反而印度又是世界粮食出口大国，乍一听是不是觉得非常矛盾？主要问题还是印度国家内部的政策问题，跟印度媒体说到的中国导致印度没粮食吃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。那么，印度的粮食安全问题到底发展到了什么阶段？为何印度人民会无粮食可吃？首先，印度耕地面积十分匮乏吗？不，恰恰相反，印度的可用耕地面积位居世界第一，中国有960万平方公里的面积，但是实际可使用的耕地面积却只有1.35亿公顷，而印度国内的可用耕地面积却达到了1.85亿公顷。按理说，有着如此大的耕地面积，应该不愁没粮食吃。但据联合国数据统计，在印度这片土地上有超过3.6亿人依然在饥饿的海洋里挣扎徘徊，每年都有高达200万的不到5岁的儿童死去，其中半数儿童都是死于饥饿和营养不良带来的疾病。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制定的界限来看，世界上1/4的饥饿人口都生活在印度。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究竟是什么？首先，第一点也是根本原因，就是印度的粮食产量不足。印度的粮食人均产量只有226公斤左右，也许数字并不直观，
226公斤什么概念？中国在1949年建国初期，人均粮食产量约为208公斤。1年以后，1950年，人均粮食产量已经达到了239公斤。玩笑地说，1950年的中国人均粮食产量已经全面赶超2021年的印度。而造成印度粮食产量不足的原因，就是农业生产设备的落后和国家内部基础设施的落后。现如今，世界上的粮食生产已经进入了机械化时期，农业机械的普及大大的提高了粮食的生产。但印度依旧在采用传统的人工种植，效率和产量自然要差很多，并且印度因为地理环境的原因，降雨量非常大，加之印度的基础设施差，水利基建至今十分落后，在排洪泄洪方面有着很大的不足。在粮食普遍大量生产的夏季，印度反而会因为洪灾减产。既然印度粮食产量不足，那就减少粮食的出口量，将粮食留在国内，这样不也能缓解印度内部的粮食安全危机问题吗？答案是不能，这就是第二个原因。归根结底是钱的问题，印度不可能拉低自己的 GDP。如果减少了粮食的出口，印度 GDP 是急剧下滑。印度政府首先要保证的是维持 GDP 的增长，哪怕不能增长，也绝对不能降低，这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是定论。也许有人会说，印度农民生产粮食自己都吃不饱，为啥还要不断的出口？留下粮食解决自身的温饱不就行了？很抱歉，这点也实在做不到，因为土地并不是农民自己的，是属于大地主的。我们开头说到，疫情的肆虐造成了世界粮食系统的脆弱性，全球粮食减产，这会导致什么？粮食价格的增长。印度的大地主们看到粮食出口可以赚更多的钱，又怎么会将粮食留在国内呢？毕竟这些大地主有吃有喝，谁又关心底层农民的温饱问题？所以，印度粮食安全问题主要还是印度内部存在了太多的问题，跟国际环境上的粮食交易没有半毛钱关系，跟作为世界第1大粮食进口国的中国更没有关系。对此，泰国网友还反驳道：“中国不买我们的粮食，我们才会饿死。中国作为泰国香米的最大进口国，确实在粮食问题上帮助了泰国很多。泰国跟印度一样都是主要的世界粮食出口国，但泰国的粮食自给率有122%。”完全可以实现自给自足。相反，将粮食出口国外还能拉动国内的经济发展。但其实泰国最开始是鸦片种植大区，导致国内粮食产量严重不足，人民也是饥寒交迫。但在1969年改变了农业政策，改种水稻、蔬菜、水果等作物，而这些作物很多都出口到了中国，最终泰国农业实现了华丽的逆转。所以，印度需要做的还是从源头解决国内的农业发展问题，转变思路，不然只顾着钱不顾人民的死活，到最后只能是自取灭亡。